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进阶手冲的秘诀。好，首先我们凉豆子哈。各位可以注意到，我们使用电子秤来量豆子比较精准。那选择的电子秤呢，建议是在精度0.1克的电子秤，因为咖啡你如果是比方说19.1跟19.9，其实应该萃取出来的结果会就会差距蛮大的，所以建议是在精度0.1克以下的电子秤。我们因为做手冲，所以我们是用中度原油。那这个过程，我们来准备一下滤纸。好，我们拿出滤纸哈，直接这边做对折，边边做折角动作。把它撑开，撑开之后呢，下面再转一下，再压一下，角角的地方再压一下，就可以装进去了。好，那我使用的上杯滤杯是空的滤杯，那 Hario V60 也可以。然后下壶是有刻度的。那今天我们打算用20克的豆子冲300cc 的咖啡液，那也就是1:15左右的比例。那通常你比较不喜欢喝太浓的咖啡，可以用这个比例做冲煮。那你喜欢浓一点的呢，就以1:12朝1:12的方向前进。简单来说，20克的豆子，如果是做1:15的冲煮是300cc， 如果是做1:12就是240cc。那240cc 应该就比较浓厚一点，好，300cc 比较淡。那你可以在中间做调整，去做多次尝试，确认自己比较喜欢的浓度是多少。那你装了咖啡粉之后呢，记得要拍一下啊，水平拍一下。那主要目的在于说，如果你的咖啡粉的表面是高凸不平的话，很可能你在热水冲下去的时候，那热水会到处乱窜，它没有办法好好的萃取，会影响到萃取的效果。好，那我们再来加水。水的部分今天我们用的豆子烘焙度是介于中深焙到中焙，大概中焙加左右的一个水准。那所以通常中焙的咖啡豆，我的建议是大概90度 C 左右的热水。89、90度 C 左右热水，那中深焙的话大概是在87度左右的热水，所以今天我们大概是在中焙加，就是介于中焙到中深焙之间。那我们建议是88度左右的水温应该是不错的。那这时候电子温度计就派上用场了。那你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说为什么要电子温度计呢？原因是因为，即使你家里的热水瓶，它上面显示90度，那但事实上你在那当下水，从热水瓶直接把水取出来，那个水其实是不到90度的，更何况你下面用的手冲壶通常是金属材质，那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金属材质是非常冰凉的，所以你用热水瓶，你看热水瓶的上面的温度是不准确的，所以建议花小钱买一支电子温度计，有助于你可以厘清到底你用的
手冲温度哦，这个手冲咖啡的热水的温度是不是一致？那通常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每次我用的条件都一样，但是然后冲煮一样的豆子，但是尝起来味道不一样？其实有一部分原因会是在这里。好，我们刚刚看到已经到88，然后再往下掉到87，快87.3了哈，我们就进行做冲煮的动作。好，因为今天做示范哈，所以我们没办法用有一些部分是没有办法用太精准的数据来介绍给大家。做示范在讲解的过程会有一些时间上的浪费。那我们开始来做冲煮，我们看一下我们做进阶式的点滴式手冲需要多长时间？开始。好，那我们点滴式手冲呢，就是将热水往粉层最后的中间，因为我们用的是圆锥形的滤杯哈，我们将热水往粉层最后的正中间去做点滴式手冲的萃取。好，那为什么讲点滴式手冲是进阶的手冲法？主要原因是因为一般手冲我们的认知都是画 No 字形，或是画圆形的方式。那个方式对于初学来讲可能比较容易上手。那点滴式手冲的话呢，就像你可以看到画面的哦，你要一直手持着这个手冲壶，然后定着不动，让它的壶嘴一滴一滴的把热水滴出来。好，那我们一开始都是往中间滴哈，但是你也不需要一直都往中间滴，而是说看着粉胀起来的程度。那可能有些地方，因为有可能在刚开始你倒咖啡粉进去的时候，拍平的动作并没有做好，或者是你可能甚至你的桌面有可能是倾斜的，你手冲咖啡的桌面可能是倾斜的，不是那么完全水平，所以可能会有些地方胀得比较高，有些地方水好像完全不流过去。这时候你就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为什么要做点滴式手冲呢？主要原因在于说点滴手冲好处是说，第一个你因为速度慢的关系，那咖啡液呢，它可以在每个就是热水可以在每个咖啡粉的颗粒跟颗粒之间慢慢的渗透从上面渗透到下面，然后从中间渗透到旁边。这样子，那什么时候水流会最快呢？当然就是这个水已经渗透到最下层，或者是说从垂直是渗透到最下层，横的话就是渗透到滤纸跟杯壁就是滤杯的那个墙壁结合的地方。那当然就很顺畅的会从这个滤纸跟杯壁，然后尤其是这个滤杯旁边都有热条或是轨道顺着轨道开始往下冲。好，现在你会看到下壶已经有一层薄薄的咖啡液出来了。那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点滴式的手冲法因为经过实验通常有时候做这个 No 字形的手冲法，会发觉说，往往有一些特殊状况会导致你热水冲不太下去的情况。那用点滴式手冲几乎没有这样的烦恼，也就是说，你冲到后来，你用这个方式冲到后来，其实从头到尾水流都是非常顺畅的。所以这是我们建议点滴式手冲当做进阶手冲法的原因。再来就是用点滴式手冲的确喝到的味道感觉会比较醇厚。好，那滴到什么时候呢？你可能会想说，如果从这边一直滴到300cc 都这样滴法，可能手就废掉了，这是很有可能的。那可以看到下面有薄薄的一层咖啡液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做第二种不同的动作。那会有一个咖啡液出来，表示说，应该说滴完薄薄一层，表示你现在的整个上壶滤杯的水流是非常的顺畅的，就是从热水滴下去到咖啡液萃取出来，
这个过程已经是很顺畅的，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第二种动作。第二动作其实跟肉质型很像哈，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不需要大范围的都去把它冲煮到，而是在正中心画圆就可以了。那这个圆有多大呢？大概是以台币的硬币来看呢，5元到10元之间的大小就可以。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哈？主要原因是因为像刚刚讲的，你上壶的这个水路，就是热水进去，咖啡萃取出来，这个水路已经非常通畅了。所以其实那个水路已经被打通之后，你就不需要再去过滤到说，哎，是不是哪个地方它的这个咖啡萃取出来的这个效率不高，或是水会被堵住，可能冲了老半天，感觉咖啡热水一直停留在这个咖啡粉之上，水下不去，这种感觉就已经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像刚刚讲的哈，做5到10元这个大小的咖啡液，5到10元大小的这个圆弧动作的冲煮，像现在这个样子。好，那冲到一定程度哈，像以300cc 来讲呢，我建议是大概是在200到250之间哈。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横杠是250，好，已经快到250，200到250之间哈。我们开始做第3个动作。就是做大水量的冲煮，好。其实这个动作没有什么特殊目的，就只是纯粹是因为刚才一开始点滴式或者是后面画圆的方式的冲煮，带出来的咖啡都比较浓厚，因为速度比较慢。那所以我们最后只是做这个浓淡的调节动作而已。好，我们看到目前是到300哈，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进阶式点滴式手冲的介绍方法。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花了多长，6分，好，算是6分15秒了。